沧海船，影视工业美学的胜利，艺术审美的探索，观众渴望的终极呈现。当沧海船以惊人的势头占领各大平台热搜时，除了诞生了一部现象级的爆款，我们更见证了一场影视工业美学的胜利。这部剧的出现，恰如一场艺术的复兴。它在短视频的快节奏审美和随便制作的注水剧中显得尤为独特，宛如一座精密运作的瑞士钟表。通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密切合作，它为我们重新定义了现代影视剧的品质标准。在流媒体的时代，影视创作早已突破了传统单打独斗的局限。沧海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关键在于它建立了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三位一体的创作模式。编剧团队将历史考据与对人性的深入洞察结合，通过精妙的权谋结构，巧妙地展现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对比。郑晓龙导演通过电影级的镜头语言，将原始文本转化为更具层次感的视觉呈现，而肖战所塑造的沧海，则通过精准的微表情，表现了角色复杂的多面性，每个细微的动作和表情都折射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尤其是在沧海献祭这场经典对决中，创作的默契达到了巅峰。镜头从特写的棋盘缓缓拉升，沧海嘴角那微妙的 0.5 秒抽动，配合窗外射入的光线在茶汤上形成的光斑，营造了一幅生动的权谋画面。这种多位艺术要素的融合，让观众在脑海中完成层层解码的快感，远远超越了传统剧作中直白的台词冲击。沧海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够引发观众的深刻共鸣，正是因为他打破了传统主角的刻板塑造。在这场权谋的斗争中，他既是操控全局的棋手，又是身处其中的棋子。无论是陈孝忠的冷酷目光，还是在肃杀之时那略带温暖的眼神，都让这个角色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张力。这种复杂性在血液对弈的戏份中表现得尤为精彩。当沧海跪坐时，衣褶自然形成几何状的折痕，与棋盘上的纹路相呼应，甚至他喉结滚动的频率也随着棋局的变化而微妙的变化。心理战与生理反应相结合，展现了他内心的层次。肖战摒弃了传统权谋剧中人物的符号化演绎，而是采用了心理显影术。每当沧海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时，他的某些独特肢体语言始终不变，比如他无意识中右手小指的微微蜷曲。这种细节让观众在角色多变的外表下，始终能感受到角色深处不变的精神核心。沧海船的火爆实际上是观众对艺术审美的一次集体回归。当整个影视行业沉迷于数据算法时，这部剧却通过精致的服化道细节以及沉浸式的声音设计，成功构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空间。例如，朝堂争论时，背景中的铜漏滴答声便成为了时间流转的象征。这种细腻的创作呈现，让观众甘愿放下碎片化的快速消费内容，重新回归到长篇叙事的审美体验中。在沧海夜行的长镜头中，制作团队用7分钟的无剪辑镜头，带领观众穿行于灯火阑珊的市井与威严的宫墙之间。这种几乎偏执的艺术追求，恰恰是对抗速食文化的一种反叛。当观众对某个烛光角度展开深度剖析时，我们不仅看到了这部剧的成功，更感受到了集体审美自觉的觉醒。当沧海船在豆瓣的评分一举突破9分时，这个数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评分，更是观众用脚投下的艺术宣言。它证明了真正的精品永远能超越数据的表象，在人们心中激起持久的共鸣。这场从视听震撼到艺术觉醒的进程，将引领整个行业走出算法的迷雾，迈向创作初心与工业美学并行的康庄大道。毕竟，观众从未放弃对美的追求，他们只是等待着一部真正值得全情投入的艺术作品。看了《藏海传》的32集，我发现了钟汉良饰演的蒯多原来是必死无疑，而且他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死掉了，他才能全了他心中的忠义。自古忠义难两全，但是蒯夺他做到了，他去帮皇帝找鬼玺，做到了他的忠，并且交给了他。但是他把三枚铜玉的钥匙留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他要对全天下百姓负责，他要肩负万民苍生。因为一旦皇帝拿到鬼玺，打开它，一定会发动统一天下的战争结果可想而知。原本他也是不祥之物，东夏女王也告诉过蒯夺，所以说蒯夺不管是对于君还是对于民，他都做到了，而且他是自愿，然后死在了平津侯手下的。而且平津侯和曹进贤一定是皇帝派去的，找蒯夺要那个钥匙，但没有说要灭他满门。只不过平津侯办事过于激进，你还记得第一节吗？蒯夺说这个东西要交给朝廷，平津侯当时义正言辞，我就是朝廷，其实就暗指了他背后就是皇帝，而皇帝就是背后这一张大手，而那第三个人很有可能还是赵秉文，对吧？出现的所有人物里面，那赵秉文又是谁呢？赵秉文是臧海的母亲赵弦月的父亲，对吧？还有一层就是整个《藏海传》里面真的是扑朔迷离，最大的悬疑是在于观众永远猜不到下一个人会出现谁，下一个人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反转。比如说这一集里面石泉竟然是陆坟，对吧？那下一集很有可能陆淹就是第三个人派到曹公公身边的卧底。刚才石泉不是讲到嘛，他妹妹忠心无比，但是我每一次看那女的，我总感觉那个女的对曹进贤是有敬畏之心，而不是说真正的臣服。还有就是前面几集里面臧海要设计杀平津侯，平津侯的管家，对吧，把那个东西拿走了，肯定是他拿的。还有就是平津侯满门被充军的时候，平津侯的管家非常的淡定，而且没有丝毫的恐慌，就说明他后面一定可能还会出来。就说这里面的卧底太多了，我觉得最大的卧底是第三人，他既卧底到皇帝身边，更大的可能是他想要拿到魁玺，颠覆大庸王朝。据说他是前朝的遗臣，对吧？那这样就说得通了，是吧？三个人，赵秉文、平津侯、曹进贤受皇帝所托去找蒯夺拿钥匙，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过于激进，所以说在用了面具人一手来抚养臧海长大成人，然后报仇的同时帮他找到那个魁玺的钥匙，同时还制衡了曹进贤和平津侯这两大心腹大患。皇帝还是这样子的，不愧是最大的 boss。《藏海传》最新的31和32集把我吓了一跳，尤其是臧海在上元节把鬼玺从皇宫偷出来，在青天剑做一个仿制品的时候，石泉突然出现了。他是曹公公的人呀，他叫陆浑，陆家人咋这么多呀？再说了，这曹公公真的是把自己熬成阴兵了，这血量也太厚了嘛，怎么杀都杀不死，赔了一个平津侯，你还再赔一个东夏女王，太厉害了！这曹公公，这就是纯纯的活在人间的阴兵啊！你要什么鬼玺，你就是阴兵啊！这两集可以说是先甜后苦啊！臧海刚跟那个香案图亲完是吧？两个人公示一切前嫌以后第二集东夏女王就嘎掉了得这个魁玺，得这个魁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说，东夏女王最后挡在了臧海和那个香案图他女儿的身前。他这一挡，不仅是挡在了自己女婿的身前，挡那个曹公公射出来的暗器更是挡在了故人之子的身前。因为他对蒯夺是真爱呀，是吧？他给臧海2选1，罗盘和他女儿2选1，这其实就给臧海挖坑，他选哪一个臧海都无法让他满意，但是臧海这人牛呀，是吧？美人、爱情还有事业、复仇我都要，然后用一句他父亲的遗言来刺激他，刺痛东夏女王最深处，因为蒯夺就是东夏女王永远无法逾越的坎和他心底最深的痛以及他最深的软肋，所以说他一定要杀曹进贤，要为蒯夺报仇，更要拿回魁玺这两集真的是怎么说呢？紧张刺激，
而且这2集有很多台词特别的牛逼啊，就像上了一堂哲学课，天下汉室皆因如果，但偏偏没有如果，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这2集有着复仇，有着杀戮，有着紧张，有着刺激，有着偷盗，还有着权谋，对吧？当东夏女王和曹进贤一番恶战以后，两败俱伤，那个时候的战海虽然没有武功，这一路在逃，一路在躲，但是他立马对香案图说：“你赶紧回自宫，安排好一切，我会安排好一切的。”那一刻的战海安全感满满呀。最后啊，姐妹们啊，想要推开香案图自己去稳战海的，我想说一句啊，别了吧。你首先得是东夏郡主，还有你得跟战海有10年的不解之缘。小的时候他们都认识呀，欲戴皇冠必受其重，战海的这份爱也不是一般人能要得起的。